大家好，我是光哥。把鸡蛋液倒在洋葱里面，瞬间就变成一道美食。这种做法很多朋友都没有吃过，更加没有看过。首先准备2个性感的洋葱，对半切开，然后再切成小条。洋葱富含有各种微量元素，还可以促进消化，经常食用对身体非常的有益。接下来我们再把洋葱切成小丁，这里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洋葱还有增加食欲的作用，全部切成视频中这样，放在提前准备好的碗中。接下来准备一个漂亮一点的小碗，往碗中打入几枚土鸡蛋，鸡蛋的数量也是根据家里人口的多少来定。今天我准备了3枚土鸡蛋，然后用我吃饭的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搅拌鸡蛋其实也有技巧的，一定要把鸡蛋挑起来搅拌，这样可以使蛋黄和蛋白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搅拌成视频中这样的细腻状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搅拌好的鸡蛋全部倒在洋葱里面。接下来我们再简单的准备一些配菜，准备一小段火腿肠，先切成小条，然后再切成小丁。有条件的我们可以用肉肠来替代。全部切好放在鸡蛋液里面。我们简单的调下味，往碗中加入小半勺的食盐，然后加入少量的鸡精，接着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去腥增香。这次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。这里我们尽量的多搅拌一会儿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的搅拌化开，把所有的食材完全融合在一起。接下来往碗中加入2大勺的普通面粉，面粉大约在50克左右就可以了，我们也不需要放太多。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一下，使面粉完全的和食材融合在一起。这一步的目的是增加鸡蛋和洋葱的粘稠度。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，放在一旁静置10分钟左右。接下来准备一个西红柿，切成薄片，这里我们不要切断，大约在0.2公分左右就差不多了。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再转过来切成0.2厘米左右的小条，同样我们也不要切断。接着我们把西红柿立起来，再切成均匀的小丁。西红柿的营养也十分的丰富，也是小朋友们特别喜欢吃的。西红柿丁我们尽量的切均匀一些，这样方便成熟也方便入味。全部切好放在准备好的盘中备用。接下来准备一小把去皮的大蒜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后再剁成稍微细一点的蒜末。全部处理完之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接下来准备几根清洗干净的香葱，首先把葱白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，全部切好放在蒜子一起。接下来把剩下的葱叶同样也切成稍微短一点的葱花。切好以后放在准备好的小碗中。下面我们来调个碗汁，空碗中加入1大勺的生抽，然后加入1勺蚝油，接着加入少量的红烧酱油，接下来再加入少量的食盐，然后加入少量的鸡精，再加入少量的白糖，最后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所有的调味料完全化开。提前调好料汁也是节省炒菜的时间，在炒菜的时候也不会手忙脚乱。搅拌均匀放在一旁。接下来我们开始操作，起锅加入多一点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就把面糊全部倒在锅中。
然后用锅铲稍微的整理一下，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煎制，这个过程大约在2分钟左右。同时我们也要晃动一下锅，这样可以使大饼受热更均匀，同时还可以防止粘锅。大约煎至2分钟左右，大饼的底部也已经煎至金黄了。然后用你潇洒的姿势把大饼翻过来煎另外一面。如果不会颠锅的，也可以借助一个盘子翻过来。同样，第二面煎制的时间大约在1分钟左右。我们用锅铲不停地按压，把洋葱和鸡蛋充分的煎熟，煎出香味。煎制成视频中这样2面金黄就差不多了。接下来把大饼倒在准备好的盘中，另起锅加入少量的食用油，油温烧热以后，我们就把切好的西红柿放在锅中。我们要提前把西红柿炒制一下，炒出西红柿里面的汤汁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视频都看到这里了，借您花菜的小手点个赞再走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的支持与鼓励。全程开中小火慢慢的煸炒，充分的把西红柿炒出汤汁。接着我们把切好的蒜末和葱白也倒在锅中，再次翻炒均匀，把葱蒜炒出香味。大约翻炒1分钟左右，充分的把西红柿炒出蒜香味。接着把准备好的料汁也倒在锅中，这次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料汁煮开，用锅铲不停的搅拌，这样可以防止粘锅。然后再加入少量的芝麻香油增加香味，熬成视频中这样的粘稠度就可以了。接下来把所有的汤汁全部淋在洋葱鸡蛋饼上面，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洋葱鸡蛋饼就这样做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？如果你也喜欢，就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最后加入少许的葱花点缀一下，同时增加葱香味。像这样一盘洋葱鸡蛋饼，饭店至少要卖38，如果自己在家做，成本不超过5元，主要是做出来的味道还不输饭店。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对您有一点点帮助，就麻烦点赞、收藏、留言并转发出去。点我头像还可以看到更多家常菜制作视频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。